欢迎观看中国神话与传说系列双语教育视频。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，四季分别由4位神祇主宰，春有勾芒，夏属祝融，秋归入收，冬长玄冥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们已共同学习了春神勾芒的相关记载。今天，让我们走进中国上古神话，再次揭开神秘面纱，认识另一位重要的神祇祝融。他不仅是夏季之神，更兼具火神、南方之神及南海之神的多重身份，展现了其独特而神圣的地位。在四季之神中，祝融的名气尤为显赫。关于他的起源，主要有2种流传较广的说法，一是认为祝融是南方赤帝即炎帝神农氏的后裔，另一种则认为他出自5帝之一的颛顼一脉。例如《山海经》《海内经》记载，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听夭生炎居，炎居生桀病，桀病生细气，细气生祝融。这段话表明祝融是炎帝及其妻子听夭及赤水之女的后裔。另一方面，楚人则将祝融奉为始祖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，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，高阳生称，称生卷章，卷章生仲离。仲离为帝喾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荣天下，帝喾命曰祝融。这段记载表明，楚国的祖先可追溯至上古帝王颛顼号高阳氏，其后代仲离在帝喾号高辛氏统治时期担任火正，掌管火的官职，因其功绩卓著，能以火光照耀天下，帝喾便赐其祝融之名。祝有祭祀之意，而融象征光明与炽热，两字合一，意指掌管火祭之人。祝融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的火神身份。在五行学说中，南方属火，与夏季相应。淮南子《天文训》记载，南方火也，其地炎帝，其左诸明即祝融，直横而至夏。这明确指出了祝融作为夏神的地位，他与炎帝共同成为夏季的主宰之神。作为夏季的象征，祝融不仅掌管烈日炎炎，还肩负着确保阳光充足，促进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职责。他既是火焰的掌控者，也是人间火势的管理者，为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。随着历史演变，祝融的神格逐渐融入现实，最终成为古代官职火正的代称，不再专指某位上古神话人物，而是象征着掌管火势的职能官员。祝融不仅是火神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他还被尊为南方之神和南海之神。淮南子《实则训》记载，南方之极，自北户之孙外，贯颛顼之国，南至为火炎风之野，赤地，祝融之所司者12000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南方最遥远的地方，从极北之地的孙地以外，覆盖了上古帝王颛顼所统治的国度，并向南一直延伸至炽热火焰与烈风肆虐的区域。这片广阔的地域由赤帝、炎帝和火神祝融共同掌管，范围广达12000里。众所周知，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。然而，除了人们熟知的陆上丝绸之路，历史上还存在一条海上丝绸之路，推动了更广泛的国际往来。如今，在中国广州的南海神庙，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老庙宇依然矗立，这是中国4大海神庙中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建筑。庙内正是供奉着祝融作为南海之神，这一传统不仅反映了古人对祝融的信仰，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辉煌。在中国神话中，祝融的形象不仅象征着火焰与光明，也常与水的对抗息息相关。在淮南子中，祝融与水神共工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神战。传说共工因不满天帝的统治，愤怒地撞向不周山，导致天柱折断，大地倾斜，洪水肆虐人间。危难之际，祝融奉天帝之命出战，与共工展开激烈交锋，最终成功击败共工，平息了这场浩劫。不仅如此，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，祝融的身影也曾出现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而触犯天规，天帝震怒，命祝融执行天罚，将鲧处死于禹山。鲧死后，其遗体3年不腐，最终化生出大禹。大禹继承父志，励精图治，
终于成功治理洪水，而祝融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协助这场伟大的水利工程。上古时期，祝融作为自然神奇，最初的形象往往与猛兽相结合，以展现其威严与神力。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记载，南方祝融，兽身人面，成两龙，描绘了他原始而神秘的神性。随着文明的发展，祝融的形象逐渐从荒蛮走向人文化，呈现出更具理性的象征意义。先秦时期，《国语·正语》中提到，祝融亦能彰显天地之光明，以生柔家财者也。这表明，祝融不仅象征着火焰的炽热，更代表着光明与文明的兴盛。进入礼乐制度逐步完善的时期，祝融的形象进一步丰富，融入了更多人文色彩。《礼记》中记载，着赤衣，执朱旗，描述了祝融身穿赤色衣袍，手持红色旗帜的形象，凸显了他作为火神的尊贵身份。周天子对四季之始格外重视，每逢节气更替，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。立夏前3天，天子开始斋戒，以示敬重。立夏当天，他亲自率领3公、9卿和大夫前往南郊，举行隆重的迎夏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天子返回朝廷，并依照夏季火德旺盛的特点，他身着红衣，佩戴赤玉，出行时乘坐朱红色的车马，车上飘扬着鲜艳的赤色旗帜，象征火德的炽热与旺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祝融的形象进一步演变。在民间信仰中，他不再是远古传说中的兽身神奇，而逐渐被塑造成一位威严的官宦形象，头戴乌纱，身着红袍，宛如一位执掌火焰权柄的尊贵神奇。这种形象的转变，反映了祝融从自然崇拜的原始火神，逐步融入民间信仰与祭祀文化，成为象征光明与兴盛的重要神奇。现在，你对同为夏神和火神的祝融应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2020年4月24日，中国国家航天局将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号，正式借用祝融作为火神的寓意，象征光明、探索与希望。这一古老神话与现代科技的结合，不仅展现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追求，也传承了中华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智慧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